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频道。今天的标题是印度新冠疫情肆虐，犹如人间地狱，美国虚伪自私，疫苗出口为零，法国总统马克龙为了疫苗怒怼美英盎格鲁撒克逊人，拯救全人类就只能靠中国的疫苗。请老铁们先看印度人间地狱的惨象，那真是惨不忍睹啊。截至当地时间28号8点，印度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799万7267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高达36万0960例，新增死亡病例3293例。印度细胞和分子生物学专家拉凯什·米什拉博士说，造成印度第二波疫情的主因是政府公众防疫态度松懈。本月有超过1.5亿印度民众在恒河沿岸拥挤沐浴，参加大壶节庆典，大部分人都没有佩戴口罩。आप इतनी दूर से आए हैं तो आपको मतलब कि इतने सारे लोग इकट्ठे हो रहे हैं और कोरोना फैला हुआ है, आपको डर नहीं लगता? कोई प्रकार की डर नहीं है, कोरोना है ही नहीं। 医院外，很多患者坐在路边，躺在车里，他们艰难地呼吸着，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入院得到治疗。And my father is in a very critical condition. I'm getting no help. Numbers are given there, but nobody is responding. Numbers are not reachable. Please help me, please. My father is dying. I can't afford another loss. Yesterday I lost my younger brother. 在医院之间不断辗转的过程中，有些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在痛苦中离去。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卫生部长拉杰什托普表示，目前新冠疫苗供应短缺仍是该邦面临的大问题。他说，中央政府说要从5月1号开始扩大接种人群的范围，然而如果无法得到疫苗，又该如何开始接种呢？英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发言人表示，英方2月份时曾承诺向有需要的国家送去多余的疫苗，然而现阶段英国将优先满足国内需要，没有多余疫苗供给他国。白宫官员26号表示，有1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可能在未来几周获批出口，并有约5000万剂疫苗在产，可能在6月底前出口。印方正在努力游说，力争获得美方将出口的6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I'm standing in the parking lot next to a crematorium, and they ran out of space over here and had to spill over into what used to be the parking lot, now a makeshift crematorium itself. Nowhere perhaps is it more visible and more palpable, the catastrophe that's taking place in India right now, with 120 people dying every hour across the country. The stench of death can nearly make you choke. Can you think of one word that encapsulates how you feel right now? Blank. I'm blank right now. I don't have anything left right now in me. 我在德里的墓地里，这是少数几个昼夜不停工作的墓地之一。我还是走开一些吧，这里很多死者都在等着被埋葬，这只是德里的一个地方。他们每天焚烧大约150人，通常焚烧到深夜，日夜不停。这些都是人的遗骸，无法正常哀悼的人类。这些都是人的遗骸，无法正常。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几乎全部被带走了。我们告诉受害者，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迅速蔓延。这表明情况已经变得很糟了。这是火葬场之外的一个，这是火葬场的一个扩建部分，在上周之前还没有。这只是扩建的一个部分，这样的人们就可以通过这种卫生的方式，尽可能的了解死亡的人数。就在刚刚，还有一具遗体过来。印度政府早前似乎认为印度已经达到了群体免疫的水平。他们全国各地举行政治集会，允许在河上举行大规模的印度节日。所有的超级传播事件促成了这样的场景，非常的可怕。
这绝不是这个城市唯一的火葬场。I don't know what to say. What you're showing us is heartbreaking. It's overwhelming, frankly. Everywhere your camera turns,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支持放弃新冠疫苗知识产权专利。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当天在一份声明当中宣布，美国政府将放弃新冠疫苗知识产权专利。戴奇表示，美国政府此举是为了尽快普及安全有效的疫苗，结束疫情。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此举有可能扩大新冠疫苗的全球供应，缩小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疫苗接种差距。白宫办公厅的主任2号表示，知识产权只是全球新冠疫苗短缺问题的一部分，更大的问题在于制造业。他说，白宫将会在未来几天透露更多的消息。放弃新冠疫苗知识产权专利一事大大激怒了美国制药商，他们表示将反对到底。再请看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如何怒怼美英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那真是狗咬狗，一嘴毛。据央视新闻5月9日报道，在葡萄牙波尔图参加欧盟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点名英国和美国，称这2个国家的相关做法阻碍了新冠疫苗的全球流通。马克龙称，保证新冠疫苗流通的一大关键就是不能封锁疫苗原材料和疫苗产品，但如今英国和美国对其大量封锁，在美国生产的新冠疫苗全部都用在了本土。此外，马克龙情绪激动，当众喊出盎格鲁撒克逊人。报道称，美国宣布支持放弃新冠疫苗专利，法国刚开始表示了支持，但总统马克龙5月7日突然态度大变，将矛头直指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批评他们在新冠疫苗出口方面缺乏行动。他还点名美国。金融时报随后发表文章，马克龙指责盎格鲁撒克逊阻挠疫苗出口。马克龙说，今天盎格鲁撒克逊人限制了很多原材料和疫苗，今天美国生产的疫苗100%供应美国市场。金融时报指出，马克龙的言论是特别针对美国。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此前，马克龙表示支持美国有关做法。目前马克龙态度大变，可能和英法捕鱼权的纠纷升级有关。据美国媒体报道，日前英法2国关于泽西岛捕鱼权争端升级。当地时间5月6日早上，近100艘
法国渔船集结在英国泽西岛附近，并与英国船只发生碰撞。英国政府则派出2艘巡逻军舰，而法国方面也正在加派军舰和渔船进行增援。目前双方已经撤离，但法国船员直接喊话，下一次将是战争。发展中国家似乎对辉瑞的怨气更大，不仅拿不到多少，还设置了极为苛刻和严重不平等的条款。比如此前在疫情问题上对美国亦步亦趋的巴西首先对辉瑞能够提供的疫苗数量表示失望。该国卫生部表示，总共200万剂的疫苗意味着我们将在一个人口超过 2.12 亿的国家中选择接种疫苗的人。而更让巴西感到愤怒的是辉瑞不公平、侮辱性的条款。据悉，辉瑞的条款包括将巴西的海外资产主权作为付款担保，如果延迟交付疫苗不应被处罚，疫苗出现严重副作用的时免责。巴西卫生部还特别指出，辉瑞是唯一需要在零下70摄氏度到零下80摄氏度之间储存和运输的疫苗。此外，辉瑞不提供疫苗的稀释剂也没有按照要求提供合同，对于何时能申请紧急使用，辉瑞方面也没有说法。傲慢态度可见一斑。同为南美国家的阿根廷对辉瑞有同样的抱怨。15日，阿根廷政府表示，美国辉瑞制药公司要求向南美国家供应冠状病毒疫苗的条件有些无法接受。其中，辉瑞的一个条件是寻求法律豁免权。作为谈判的一部分，辉瑞要求阿根廷国会批准一项法律，以保证其不受地方司法的束缚。也就是说，如果出现医疗事故或者医疗纠纷，辉瑞将不会面临当地法律的制裁。为此，阿根廷国会去年10月批准了一项法规，采取了更为折中的办法，即不给予辉瑞希望的法律豁免权，但允许更改合同中预先设定的管辖权。但辉瑞显然对这一妥协并不满意，他要求阿根廷重新制定法律，而且还进一步要求合同不能由卫生部长签署，必须由总统亲自出面签署。好大的派头啊！据世卫组织上周的一份报告，在50个以高收入国家居多的国家中，已经注射了4000万剂新冠疫苗，但是非洲的低收入国家一共只接种了25剂。是的，25剂。一个客观事实是，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医药研发能力与西方世界相距甚远。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几款疫苗里，有能力进行自主研发的只有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古巴的本土疫苗进入了2期临床试验，但是否能研发成功还未可知。没有自己的疫苗，就要受限于人。的确，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历史记忆很不友好。2009年甲型 H1N1 流感期间，发达国家大量囤积疫苗，使得拉美最贫穷国家收到疫苗的时间要比富裕国家晚6到8个月。当时 H1N1 导致穷国里数万人丧生，等他们能获取疫苗时，疫情早已结束。40年前，艾滋病毒爆发，相关药物被研发出来后，一些美国和制药商为了利润大量囤积，全国直到10多年后才能取得药物，这导致艾滋病死亡人数曾高达每天8000多人。这是天灾吗？也许开始的确是，但是到后来就不是了。现在历史似乎又要重演了。占世界人口14%的富裕国家已经预先订购了全球疫苗预期产量的53%。此前一份报告披露的数据显示，富裕国家购买的新冠疫苗剂量足以为其人口接种3倍以上。光是加拿大就买了足够本国公民接种5到6次的数量。然而，近70个贫穷国家在2021年最多只能为1/10的人接种疫苗。而如今，美国和盟国公司垄断疫苗分发的全球格局可能正在被打破。正如许多购买中国疫苗的国家所称赞的，中国疫苗便宜、运输和储存条件低、安全等等，最关键的是它容易获得，且没有歧视性条款。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许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有了与发达国家同步推进疫苗接种的权利，这是他们最基本的人权之一。我们看到土耳其、塞舌尔、塞尔维亚、菲律宾等多国元首站出来力挺中国疫苗，
埃及、泰国、秘鲁等国也的确在近期采购了中国疫苗。佐科、埃尔多安等地区大国领导人甚至当众接种中国疫苗，这不是中国公关的结果，而是事实自己会说话。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和西方一些媒体一边把辉瑞等疫苗捧在手心里倍加呵护，一边不遗余力地抹黑中国疫苗，因为他们真的着急。美国药企公开反对拜登政府。5月8日，美国制药巨头辉瑞公司 CEO 阿尔伯特·博拉向公司员工发布了一份公开信。他在信中称自己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放弃疫苗知识产权的决定，并透明地介绍了辉瑞公司确保疫苗公平分发的事实。博拉声称，辉瑞公司为疫苗开发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放弃知识产权会让投资者产生顾虑，且将会扰乱疫苗原材料的供应，因此他反对放弃专利。他声称，生产疫苗需要19个不同的国家供应商生产了280种不同材料成分，放弃疫苗知识产权会威胁原材料流通，扰乱疫苗的生产。这封信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支持博拉的人认为，辉瑞公司为疫苗研发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不应该放弃疫苗知识产权，并赞同博拉关于风险的说法。批评者则认为，辉瑞是在给自私自利及供货不足狡辩。再请看中国政府是如何表态帮助发展中国家并拯救全人类的。据有关的统计，美国目前是全球第2大新冠疫苗生产国，但其生产的疫苗很少出口。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评论称，在全球数十亿人焦急地等待疫苗的时候，有3000万剂疫苗在俄亥俄州的仓库里吃灰。免疫鸿沟加大，损害的是全人类的利益。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疫情中苦苦挣扎，美国又怎么能够独善其身呢？让疫苗成为发展中国家民众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向应对疫情能力薄弱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是应当坚守的公平正义。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让疫苗成为全球的公共产品，促进疫苗在全球的公平分配和使用，争取早日战胜疫情。我们也敦促美国负起自己应尽的国际责任。国际方面，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昨天在瑞士日内瓦宣布，将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列入紧急使用清单。世卫组织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主席亚历杭德罗·克拉维托昨天表示，通过全面评估中国国药新冠疫苗的相关信息，专家组认为有足够证据证明该疫苗的安全性以及其预防重症的能力，有效率达79%。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临时建议，18岁以上成人可接种2剂国药疫苗，间隔时间为3至4周。世卫组织不建议为国药疫苗设定接种年龄上限。初步数据显示，该疫苗可能对老年人也有保护作用。同时，世卫组织支持国药疫苗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世卫组织在声明中指出，国药疫苗是一种灭活疫苗，由于易存储，该疫苗非常适合资源匮乏的环境。这也是第一款带有疫苗瓶监控器的疫苗。疫苗瓶上的小标签会随温度而变色，以便卫生工作者知道疫苗是否可以安全使用。除中国国药疫苗外，另一款中国科兴公司研制的新冠肺炎疫苗正处在世卫组织相关评估的最后阶段。5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对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冠灭活疫苗的评估报告。评审认为，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冠灭活疫苗效率为 78.1%， 最高达 90%， 安全性良好。临床试验数据中没有发现安全的问题。世卫组织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根据现有的数据建议，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可以接种2剂次的国药新冠疫苗。根据世卫组织的标准，有效率为 50% 以上，最好接近或高于 70%， 并且安全性良好的新冠疫苗才能被列入紧急使用清单 EUL。 近期在采购或分发疫苗困难的国家，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已经飙升至最高的水平。有关疫苗可及性和公平性的问题再度引发热议。业内人士认为，
国药疫苗被纳入 WHO 的紧急使用清单，将缓解这一问题，也将有助于缓解全球疫苗危机。此外，除了国药疫苗之外，中国科兴生物研制的灭活疫苗科尔莱福、康希诺生物重组新冠病毒疫苗5型线型病毒载体科维莎也正在接受 WHO 紧急用途清单与 EUL 和资格预审。世卫组织发言人 Margaret Harris 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科兴的疫苗目前正处于审查之中。他强调，关于科兴和康希诺的疫苗，目前暂无明确的时间表或最后期间。当委员会认为疫苗符合所有标准时，就会决定将其纳入 EUL。另据 Margaret Harris 提供给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评审进度文件显示，截至5月4日，科兴疫苗已经进入评估阶段。WHO 预计将于本月中旬之前做出最后的决定。目前，康希诺的疫苗正处于临床数据资料接受审核阶段，于5月开始滚动提交临床试验数据。经审核后的数据资料将被 WHO 接受。康希诺相关负责人于5月8日对时代财经表示，公司疫苗与国药北京科兴的新冠疫苗是在同一时间参与了世卫组织的评审，但是因为公司的疫苗3期临床数据披露晚于国药和科兴，因此审批时间也会稍微晚一点。不过，该负责人表示，公司疫苗已经完成全球多中心的3期临床试验，目前相关数据正在等待世卫组织的审核。我们预计疫苗通过审核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认为新冠疫苗的核心问题不是什么专利，而是在于疗效和产能。由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与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所、生物工程研究所合作研发的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5型腺病毒载体科维莎，是国内目前获批上市唯一采用单针免疫的新冠疫苗，只需单剂接种就可以快速实现免疫保护，缩短了接种周期。由于该款疫苗使用腺病毒载体技术路径，可于2度至8度之间稳定保存，更易于正常运输及储存。疫苗可及性更高，有助于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群体免疫。目前来看，面对印度疫情失控的新型3重变异病毒，灭活疫苗防护力将大为降低，但是腺病毒载体疫苗毫无压力。康希诺的疫苗就相当于一个系统。康希诺的 CEO 郁学峰曾经说过，针对变异病毒，如果效率降低，可以针对基因序列再做一个毒株，就类似于系统打补丁。所以这就是腺病毒载体疫苗的优势所在。腺病毒载体疫苗技术中国领先全世界。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公布接种康希诺疫苗后有什么不良反应的任何负面消息，说明单针免疫的康希诺新冠疫苗的疗效可靠而且安全。5一期间，除了康希诺的产地天津地区，我国山东济南、广西防城港、广西崇左、云南临沧等地区都已经接种了单针免疫的康希诺新冠疫苗，现在是供不应求啊。另外，康希诺疫苗还有望很快实现非冷链、非注射的双飞效果，就是说无需注射，只需喷鼻就可以达到免疫的效果。双飞的效果，一个是非冷链，那就是要提高我们疫苗的稳定性，制备出一种在常温下能够稳定存放的疫苗。目前这个工作难度还是相当大的，但是我们现在有能力在2到8度这样的一个常规冷链下运送疫苗，这也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运输途径。那么非注射这个就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免疫途径的这种选择啊，比如说采用这个喷鼻的或者是雾化的这种黏膜给药的方式，那就可以改变我们注射这种途径它的好处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一个是降低了局部的不良反应，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因为新冠疫苗它感染的是呼吸道，如果能够在呼吸道表面建立起这样的免疫屏障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疫苗有可能不仅仅是预防感染预防这个得病，还甚至能够阻断传播。
5月3日，美国印度裔传染病专家拉加德拉皮卡拉在印度感染新冠病毒后去世。引人注意的是，在他离开美国之前，他已经完成了2针辉瑞疫苗的接种，但他还是在印度死于新冠，这无疑让大家更加焦虑起来。到底是印度的变种新冠过于厉害，还是辉瑞疫苗出了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需要问资本了，有时候资本比普通大众知道的更多一些。昨夜，美股抗疫概念股集体暴跌，制造疫苗的诺瓦瓦克斯和BioNTech公司股票一度大跌超7%，这集中体现了资本对印度变种病毒的担忧。难道资本已经得出结论，美国的疫苗真的 carry 不动印度的变种病毒了吗？另一点让人唏嘘的是，印度是全球疫苗最重要的生产国，供应全球60%的疫苗，而印度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却非常低，因为2/3的疫苗流向了西方发达国家，疫苗不平等正在加深这场危机。美国囤积了17亿支疫苗，却没有一支辉瑞或莫德纳疫苗援助给印度。可以说，印度人是眼睁睁看着从印度疫苗工厂生产出来的能救命的疫苗被欧美人拉走。但即便是这样，欧美疫苗可能无法应对印度的新变种。之前，印度新冠的双重变种已经发展成了3重变种。今年4月份以来，3重突变的比例显著增加，已经超过印度患病人数的70%。面对印度的新突变，各个疫苗公司也显得非常焦虑。辉瑞和莫德纳公司就早早通知已经接种过2针疫苗的美国人，年内可以打第3针加强针，以应对突变。中国的抗疫专家们也已经在着手应对印度的疫情蔓延。4月29日，中国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印度疫情的快速增长把全球新冠大流行推向了新的高峰，也使亚洲成为新冠流行重灾区。亚洲等部分国家的疫情快速上升，再一次敲响警钟。新冠疫情防控远远没有结束，具有艰难性、复杂性、反复性、长期性。这边防控要到位，那边对印度的支援也要跟上，而且中国工厂也在加班加点赶制印度订购的数万台制氧机。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发推，5一劳动节假期，中国一家制氧机制造商的工人们正在加班生产和包装机器。这批制氧机很快将发往印度。基于印度去年在边境的所作所为，我相信肯定有很多同学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还要支援印度。首先，这批医疗物资并非是捐赠，而是印度订购的。其次，帮助印度不仅仅是为了印度，而是为了保住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印度有13亿人的人口体量，如果印度疫情爆炸，那么势必会引发整个亚洲疫情的再度爆发，我国边境的防疫压力会空前加大。就算中国能再一次用积极防疫控制住疫情，世界经济能承受住再一次的疫情震荡吗？也因此，中国成为了最早付诸实际行动向印度提出支持和帮助的国家之一。从人道主义上，中印两国有不少矛盾，但中国没有放大这些矛盾，而是选择迅速向印度伸出援手，世界各国无可指摘。从自身利益上，印度作为南亚人口大国，一旦疫情继续蔓延，扩散至整个南亚次大陆，将会是一场更严重的危机袭来，对我们诸多不利。前几天，美国首席专家福奇都给印度开药方了，敢封锁、建方舱，总结起来就4个字儿：快学中国。但如今的印度能学中国吗？去年全球疫情高峰的时候，很多国家想学习中国抗疫，但是并没有几个抄作业成功的。这里我想起一个经典对话，莫迪问福奇博士：福奇博士，你认为我们该如何做才能把疫情给控制住呢？福奇答：你需要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家卫健委、发改委、工信部、3000家医疗物资生产企业、5万个配套工厂、10几万精干的医疗队、上百万坚守岗位的基层抗疫工作者，以及10几亿积极配合国家抗疫政策、坚决抗疫的人民。总之，你需要一个伟大的国家。如今的印度能做到吗？如今的世界又有几个国家能做到呢？好了，今天是印度加更的一期，我在这里大胆做一个预测，全球疫情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波峰，我们的抗疫压力也会变得更大，但是我相信胜利终将会再一次属于我们。昨天是5·4青年节，不论前面将遇到什么艰难困苦，请相信中国，请相信中国青年们，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当洪水袭来，我们不会想着去造船逃离，而是迎面抗争；遇见大山阻隔，我们也不想着去逃避，而是敢于愚公移山。
排除万难争取胜利是我们的民族基因。疫情是最好的测试，它测试了一个国家的凝聚力、组织度和科学素养。在这场测试中，我们要一直领先下去，让我们一起加油。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期我们想比较的几款疫苗。首先，第一款疫苗就是已经上市了一段时间，并且是世界上首款上市的新冠疫苗，是辉瑞与德国 BioNTech 的疫苗，它是一款 RNA 疫苗。第二个是美国 Moderna 的疫苗，也是一款 RNA 疫苗。第三个疫苗是英国以及瑞典的大药企阿斯利康的疫苗，它是一款重组 DNA 腺病毒疫苗。第四个是俄罗斯出产的卫星5，也是一款重组 DNA 腺病毒疫苗。下面一款是马上就要上市，在美国已经上市，在其他国家马上就要上市的美国大药企强生 Johnson & Johnson 的疫苗。然后后面的3款是我们中国国产的疫苗，其中第一款是科兴的疫苗，第二款是国药的疫苗，以及第3款是最近刚刚上市的这个中国的陈薇院士与康希诺生物一起合作的重组 DNA 腺病毒疫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强调一下，这里面所有的疫苗里面，除了强生的与陈薇院士与康希诺合作的疫苗是单针疫苗以外，其他的疫苗都需要接种2针。也就是说，强生与康希诺生物的疫苗只需要接种1针就可以了，但是其他的疫苗，在市面上的疫苗都是需要接种2针的。好，我们首先一个一个来看一下这些新冠疫苗的3期的临床实验的一些数据。首先我们看辉瑞与 BioNTech 3期临床是有4万多人参加了3期的临床，这些3期的临床临床实验的人主要来自美国、阿根廷、巴西、南非、德国以及土耳其等等。临床实验参与者的年龄的中位数是52岁，并且有42%的人的年龄大于55岁。所以我前面一期也讲到了，可以看到辉瑞与 BioNTech 的疫苗的参与临床实验的人的年龄比较大，所以在疫苗上市的时候，很多国家也批准了65岁以上的人接种这款疫苗，因为已经在足够多的高龄人群中展示了这个疫苗的有效性。我们再来看一下参加临床实验者的这个 race， 就是种族。我们看有 83% 的白人，有 9% 的非裔或者黑人，有 4.2% 的亚裔。亚裔这里包括了我们东亚，比如说中国、日本、韩国，也包括了南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人。有 28% 的西班牙这个种族，这个因为美国有很多南美移民过去的人，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比例也是比较高。大家可能会问，这个 28% 加上前面的2个数据，它其实已经超过100%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 Hispanic 它是有一部分是也算在白人里面的，但是有西班牙语或者南美背景的人是占到了 28%， 所以这 28% 与 83% 的白人是有一定的重叠的。我们再来看一下 Moderna 的疫苗。Moderna 的 RNA 疫苗是有3万多个人参与了3期的临床实验，而所有的临床都是在美国做的。中位数的年龄跟辉瑞的非常像，是 51.4 岁。这里 Moderna 重点强调了65岁以上，而不像辉瑞说的只是55岁以上。参加 Moderna 3期临床实验的65岁以上的人达到了将近 25%， 所以可以看到 Moderna 的实验的设计跟辉瑞的非常像，也是有一个重点是突出高龄人群，65岁以上人群。25%的话是足够说明这款疫苗在高龄人群中的有效性，所以可以后期我们也看到 Moderna 的疫苗也是可以直接给高龄人群接种的。那我们看参加临床实验的这个不同的种族的人，跟辉瑞的也非常的像，有 79.2% 的白人， 10.2% 的非裔美国人，有 4.6% 的亚裔，以及 20.5% 同样的跟这个白人有所重叠的这个南美背景的人。
所以整个两个公司2款 RNA 疫苗，整个参与临床的年龄、参与临床的种族，包括整个的临床实验的设计都比较相似。最后2个疫苗的有效性也非常相似，这个一会儿我会讲到。那我们再看阿斯利康的疫苗，阿斯利康的疫苗就不是 RNA 疫苗了，它是重组 DNA 腺病毒疫苗。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前面2个公司的疫苗的数据都已经发表在比较权威的刊物上，比如说《柳叶刀》，比如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而阿斯利康的疫苗的数据目前是 under review， 就是还没有完全发表。阿斯利康参加3期临床的实验相对少一些，有17000多个人，主要在3个国家：英国、巴西以及南非。在英国55岁以上的人有 13.3%， 在巴西55岁以上的人大约有 10.1%。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我前面的一期视频也提到的，参加阿斯利康3期临床的人的整体年龄更小一些，高龄人群55岁以上的人比较少，65岁以上的人就更少了。所以这也导致最后阿斯利康疫苗在上市之后，有一些欧洲国家或者世界其他地方的国家并没有批准阿斯利康的疫苗可以接种于65岁以及以上人。我们再看参与临床的种族，其中有 82.8% 的白人，有 4.1% 的非裔，有 4.7% 的亚裔。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因为这款疫苗主要是在英国、巴西以及南非研发的，所以它整体的非裔的比例相对而言比较少。其实我也是比较奇怪，因为其实南非是一个以黑人为主、非裔为主的一个国家，所以为什么这里这个比例比较低，我也不知道这个实验是怎么设计的。但是没有关系，整个实验也是比较成功，最后数据也是马上就要发表了。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俄罗斯疫苗。俄罗斯疫苗可以说是目前疫苗中杀出的一匹黑马，因为前期俄罗斯在没有完成3期临床实验的情况下，就给很多这个健康人接种疫苗，受到了欧美媒体的批评。但是当俄罗斯疫苗的数据发表之后，整个的数据非常好，也是让欧美媒体甚至欧美很多国家对俄罗斯疫苗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态度的转变。可以看到东欧的很多国家也是已经开始引进俄罗斯的疫苗，比如说匈牙利等等。我们看俄罗斯的疫苗，因为俄罗斯是一个以欧美人为主的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 98.5% 的白人，然后有 1.45% 的亚裔，其中中位数的年龄，参与临床实验的中位数的年龄为 45.3%， 整体年龄也相对年轻一些。大于60岁的有 10.9%， 不是特别高，但是也不错。比起阿斯利康的数据来讲的话，整个年龄大一些的人的数据也是比较高。那我们再继续看强生的疫苗。强生的疫苗是重组 DNA 腺病毒疫苗，前面我也提到了，它是单针的疫苗。目前可以参考的数据比较少，因为它的数据还没有发表。虽然美国药监局已经批准了强生的疫苗，但是强生疫苗临床实验整个的数据目前还没有发表。参与临床实验3期的人也是比较多，43000多个人，在美国等其他8个国家做的临床实验。参与者的年龄、参与者的种族目前还没有被公开出来，最起码我没有找到，所以我目前没有更多的消息可以与大家分享。那我们再看国产的3款疫苗，科兴的疫苗、国药的疫苗以及康希诺生物的疫苗。那前面我们也提到了，科兴与国药是2款灭活疫苗、灭活病毒疫苗。这两个疫苗的数据目前来讲也是没有发表。3期临床数据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参与临床人数，比如说科兴，我们是知道在巴西是有2-3万，我记得是2-3万多个人参与了临床实验，但是在印尼、土耳其等等国家也有很多人参与临床实验，但是目前数据并没有被整合一起发表出来，所以这个地方我也是没有填具体的信息，但是等数据发表出来之后，这些信息就可以跟大家再做一期视频与大家分享。那参与临床实验的年龄啊，
以及种族啊等等相关的数据，目前也是没有，所以这里我也不多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上市的，在中国上市的康希诺生物与陈薇院士团队合作的这款疫苗，它3期临床实验参与的人数也是比较多，有4万多个人。3期临床是在中国、巴基斯坦、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等等国家做的。那年龄和种族信息我们也是没有，我们也不分享目前，然后将来如果有了数据的话，我再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辉瑞与 BioNTech 的疫苗的有效性，预防新冠症状的有效性为 95%。 那既然预防新冠症状的有效性都为 5%， 那预防新冠中症的有效性应该是理论上是大于 95%， 这里没有具体的数据。预防新冠重症的有效性为接近100%。在参与临床实验的几万人中，只有1个人出现了新冠重症，所以这个是接近100%的一个有效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Moderna 的 RNA 疫苗，这个数据跟辉瑞的数据非常的像，预防新冠症状的有效性为 94.1%， 那由此推测预防新冠中症的有效性应该是大于 94.1%， 然后预防新冠重症的有效性为 100%。我们再来看一下阿斯利康的疫苗，阿斯利康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是一款重组 DNA 腺病毒疫苗，数据目前还没有正式发表。那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性，如果2针是正常剂量的话为 62.1%， 然而如果第1针是一半的剂量，而第2针是正常剂量的话，其有效性为 90%。这个目前也是有更多的数据来证明，如果第1针是半剂量，第2针是整剂量的话，这个有效性会比2支正常剂量的有效性高得多。那我们没有预防这个新冠中症以及新冠症状的有效性，这是因为我们主要是讲侧重点是预防新冠感染、新冠病毒的有效性。那阿斯利康的疫苗预防新冠重症的有效性也为100%。我们再来看一下俄罗斯的卫星5这款新冠疫苗，前面我也提到了，这款新冠疫苗是一个黑马，数据非常的好。我们可以看到预防新冠症状的有效性为 91.6%， 在整体重组 DNA 腺病毒疫苗的有效性相对而言低于 RNA 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这款疫苗的有效性是接近于辉瑞以及 Moderna 的2款 RNA 疫苗，这个数据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更好的数据是预防新冠中症的有效性为 100%， 预防新冠重症的有效性也为 100%。 也就是说，接种了这款疫苗基本可以保证你不会因为感染新冠病毒产生比较严重的症状，甚至需要去医院，只可能有轻症。所以可以看到这款疫苗的效果非常好，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欧盟内的国家、东欧的国家已经购买了这款疫苗，就是因为首先欧盟的这个疫苗比较短缺，第二，俄罗斯这款疫苗的数据确实是非常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强生的疫苗，我们也再次强调，强生的这款疫苗是单针疫苗，目前来讲它的数据并没有完全发表，但是在已知的数据里，我们可以看到预防新冠中症的有效性为 66.1%， 预防新冠重症的有效性为 85%。 从数据来看的话，是比其他疫苗的有效性稍微低一些，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款疫苗是单针的疫苗，所以同样的产量的话，就可以接种双倍的人群，也是对于我们人类战胜新冠病毒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3款中国这个国产的疫苗，科兴、国药以及康希诺生物。因为国产疫苗的话，目前数据来自不同的国家，而不同的国家的数据有比较大的差异，这里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我就把已知的数据分享给大家。比如科兴的疫苗在土耳其最近公布的有效性为 83.5%， 而在巴西的有效性为 50.4%。 但是在巴西的数据里，我们可以看到预防新冠中症的有效性为 78%， 预防新冠重症的有效性为 10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对于
现在很多并不是那么富裕的国家，没有机会去购买那些比较贵的疫苗的情况下，科兴的疫苗还是一款非常不错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科兴的疫苗也是已经被比如说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订购了大批量的疫苗进行接种。那我们国药的疫苗目前的数据来看，我们中国公布的数据是79%的有效性，而阿联酋公布的数据为86%，好于我国公布的数据。目前其他相关的数据并没有公布，如果有了数据之后，我也会与大家分享。那最近刚刚上市的康希诺生物是陈薇院士与康希诺生物合作的单针腺病毒疫苗，这里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也是单针的疫苗。目前来讲，公布的数据有效性为74.8%，在巴基斯坦的3期临床公布的数据为65.7%，这个数据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数据。预防新冠重症的有效性为90.98%，接近91%的一个数据，可以看到也是非常好。因为大家从这个有效性的数据可以看到，单针的疫苗的有效性普遍低于双针疫苗，这也是单针疫苗的一个缺点。但是单针疫苗它的优点足够明显，就是同样的产量可以接种双倍的这个我们的人群，这个对于人类尽快的接种足够多的人，达到群体免疫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好，那现在我们疫苗的有效性就先比较到这里，我们再继续看一下疫苗的安全性。疫苗安全性的话，这里我们主要讲一下辉瑞与 Moderna 两款 RNA 疫苗的安全性，以及俄罗斯疫苗的安全性。因为其他疫苗的安全性目前我还没有找到比较完整的数据，或者数据并没有发表，所以这里我们就不讲了。那我们可以看到 BioNTech 跟 Pfizer、Moderna 以及俄罗斯疫苗，它们都有比较普遍发生的这个反应原性，它其实是一种比较正常的副作用，就是在接种疫苗之后，接种的地方、注射的地方会稍微有疼痛感，或者发红，或者发痒，或者红肿等等。这个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并不是因为新冠疫苗而会出现这种现象。你打其他疫苗，比如说乙肝疫苗的话，也会出现这种现象，而这种现象一般在1-2天，多的4-5天之内就会消失，所以是非常轻的，很正常的一种这个副作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接种处之外，其他的有可能出现的比较轻微的副作用是，比如说像辉瑞的疫苗，有59%的人会有无力感 fatigue， 或者有头疼以及发烧等比较轻的这些副作用，但是这些副作用一般都会在短期内就消失。那我们可以看到比较严重的副作用的话，像辉瑞的疫苗有4例，这个比例是低于0.0%，就是0.0几可能是，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危及副作用的几率为0。我们 Moderna 的疫苗的话，它出现较严重的副作用为0.5%，而对照组出现比较严重的副作用为0.3%。可以看到这个数据也是非常的相似。那出现危及生命的副作用的几率也为0。那阿斯利康的疫苗目前来看，出现严重副作用以及危及生命副作用的几率都为0。同样的，俄罗斯的疫苗出现较严重的副作用以及危及生命的副作用也为0。所以再次可以看到，俄罗斯这款疫苗，我为什么说它是一只黑马？首先，它有效性非常高；第二，它的安全性非常高。所以，俄罗斯这款疫苗确实是一款非常非常好的一款疫苗。那强生的疫苗，其实我们也是有了一定的数据，但是因为数据没有发表出来，包括国产的3款疫苗，这里我也不多说了。等有了具体的数据，有了发表出来比较全面的数据之后，我再给大家进行一个比较。
据环球时报消息，美国媒体5月7日报道称，过去3个月以来，人口4.5万的巴西东南部小镇塞拉纳一直在进行一项实验，尽可能多的为成年人接种中国科兴疫苗。最近几周，随着实验结果逐渐明朗，一则喜讯也从该镇传出：疫情持续在巴西肆虐，但该小镇居民的感染率和死亡人数大幅下降，小镇的生活开始恢复正常。据介绍，在2月至4月期间，巴西布坦坦研究所在塞拉纳镇进行了一项名为 S 项目的实验，这是首次进行的全镇规模的新冠疫苗接种实验。塞拉纳镇官员透露，在约27700名符合条件的成年人中，有27150人接种了疫苗，接种率为98%。未接种疫苗的人群包括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怀孕或哺乳的成年女性以及其他有严重健康问题的人。塞拉纳镇官员和居民表示，到目前为止，他们感到结果令人振奋。3月时，该镇平均每天有67例新增病例，本月下降到每天约17例。与3月的疫情高峰相比，感染率下降了75%，而在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当中，没有出现死亡病例。这表明科兴疫苗对席卷该地区的 P1 病毒变体是有效的。塞拉纳镇镇长雷欧卡皮泰利表示，数据本身不言自明，他成功了。疫情发生以来，塞拉纳镇的失业率飙升至25%，居民们都希望疫苗能帮助该镇的经济尽快恢复。目前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小镇旅店和商店的顾客增加了。卡皮泰利表示，几家纺织厂和其他公司已经与当地政府接触，希望在该镇开展业务，因为这里的人们已经接种疫苗，能够保证开工时间。而巴西此次试验的成功，也让一直试图在疫苗有效性问题上抹黑中国的美英等国政客集体沉默。值得注意的是，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去年还曾一度宣扬疫苗无用论，并几次抨击圣保罗州引入中国疫苗，但博索纳罗领导的巴西政府最终先后也购买了1亿剂中国科兴疫苗。Extremamente segura. Então, pós-vacina, eu fiquei muito bem. Mas em questão de reação adversa, eu não tive absolutamente nada. Então, eu tenho certeza, é totalmente confiável. Eu não vejo a hora da minha mames tomar vacina. 她叫莫妮卡·卡拉桑斯，是一名54岁的护士。不久前，她接种了中国科兴研发的新冠疫苗，成为巴西首位新冠疫苗接种者。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卡拉桑斯说，不仅希望自己的母亲早日接种，也期待每个巴西人今年都能接种新冠疫苗。与卡拉桑斯一起接种中国疫苗的还有巴西原住民凯姆贝。Eu tive a coronavírus, eu sei o quanto faz medo, o quanto que essa doença abala o nosso psicológico, né? Eu recomendo a vacina para todo, é o único meio da gente vencer essa doença. 2021年刚过去1个多月，外媒就注意到越来越多国家宣布了与中国疫苗有关的利好消息。从巴西、秘鲁到塞尔维亚、匈牙利，再到泰国、印尼，有的已收到来自中国的首批疫苗，有的签署了购买中国疫苗的协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指出，在欧洲采购中国和俄罗斯研制的新冠疫苗的动向颇为引人关注。纽约时报网站分析称，随着中国疫苗在越来越多国家获批，它将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生命线。不可否认，至今仍有部分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疫苗。美国财富杂志的一篇报道中，开篇就暗示中国疫苗数据不透明，并以这样的导向采访一位已接种中国疫苗的美籍外教威尔·亨利。不过，亨利的回答或许会让这家美媒颇感意外。用亨利的话说，这是我一生中接种的最重要的疫苗之一。他坦言，接种后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我对生活感觉更乐观了。亨利还强调，如果不是因为想回美国探亲，他甚至觉得可以不用接种疫苗，因为在中国足够安全。而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很多已经接种或即将接种中国疫苗的海外网友表示，相信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并希望它能帮助到世界各地的更多人。我有幸接种了中国的新冠疫苗，打完2针没什么不适，我感觉不用再对新冠病毒担惊受怕了。希望更多的人接种，希望中国疫苗能成为埃及抵御疫情的屏障。坐标印尼雅加达，我已经排上队了，好激动！我相信中国疫苗的安全性，看看那些已经接种的人就可以知道，中国一直是个愿意给予帮助的国家，特别是在这场可怕的疫情中。
Thank you. Very good. 如果世界卫生组织批准中国科兴和国药集团的疫苗使用，从而让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能通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获得，需求将进一步上升。外交学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中国事务专家黄彦忠表示，中国不仅仅是最大的出口国，在许多国家，中国是唯一的选择。美欧应对疫情进展缓慢，同时印度、巴西和其他疫情热点地区正失控。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疫苗供应国，不断增加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印度的危机加剧了供应困难，促使众多国家纷纷转向中国。同时，美国数月来一直只顾本国的疫苗接种，并因囤积疫苗而损害全球抗疫，遭到强烈批评。与此同时，对于从乌拉圭到塞内加尔再到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国家来说，除了中国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求助。科学信息和分析公司 Airfinity 的数据显示，中国已输出约2.4亿剂疫苗，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并承诺将再提供5亿剂。印度是仅次于中国和欧盟的世界第3大疫苗供应国。直到最近，毁灭性的疫情迫使印度停止大部分输出。世卫组织正在评估中国疫苗的数据，批准中国疫苗会对等待向国民提供疫苗的众多国家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曾编辑有关全球卫生和外交政策书籍的尼古拉斯·托马斯说，世卫组织批准中国疫苗，从中期来看，将有助于加强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和权威。中国外长上周与南亚国家外长通话时承诺，中国将向那些一直依赖印度的国家提供疫苗。同一天，中国防长与孟加拉国就军事合作进行交谈，之后该国紧急批准使用国药集团的疫苗，因为从印度订购的疫苗大部分未能到货。印尼政府也已批准中国疫苗的紧急使用。该国流行病学家潘杜里奥诺说，显然印度的出口经历使印尼越来越依赖中国的疫苗供应，其他国家也不得不撇开地缘政治争吵，与中国搞好关系。印度的出口延误使菲律宾失去最大的疫苗订单。菲总统本周斥责了其高级外交官，因为后者在推特上谩骂中国。目前，非政府正与科兴就疫苗交货量进行谈判。杜特尔特说，中国仍是我们的恩人。一些一直依赖中国疫苗的国家，如智利等，也已迅速地采取相应行动。这1年多来，中国作为全世界人口的大国，总体上经受了新冠疫情的第一阶段的考验。当然，我们还不能忽视，现在全球的疫情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再加上当前呢，中国的疫苗的接种率还不高，距全民免疫还远远的不够，所以我们仍然呢需要高度重视谨防输入的风险。另据国家卫健委5月8号下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5月7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已达30822.6万剂次。而综合此前通报数据显示，我国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开展以来，从接种突破1亿剂次到突破2亿剂次用了25天，再从2亿剂次上升到3亿剂次仅用了16天。国内新冠疫苗接种的安排，按计划到6月底，我国要完成40%的接种率，大约5.6亿人；到12月底达到了70%，大约10亿人；到了5月7日，全国已经接种了3.08亿剂次，大概完成接种的人口达到1.5亿。因目前康希诺单剂使用量少，基本按2计算，离6月底目标还差4.1亿人。按目前的接种速度，按最近2周的速度算，1.9亿剂次1个月，不加快接种速度是不能完成2个阶段的目标的。因此，国家是大概率会大幅度提高接种速度较快的国内唯一单针免疫的康希诺疫苗在国内的使用比例。国药和科兴生物的灭活疫苗需要接种2针，也就是说，到6月底之前，单针免疫的康希诺疫苗绝对会供不应求，甚至到今年年底也会供不应求。到年底之前，甚至到明年年底之前，康希诺单针免疫疫苗会产销两旺。另外一个智飞生物的疫苗需要接种3针，需要用半年才能完成接种，因此在当前冲刺阶段使用比例会很低，可以忽略不计。下面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3款国产新冠疫苗扩大产能的情况。第一款，2022年5月6号，北京的消息，全球最大的新冠疫苗车间封顶。
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108号楼建设项目新冠疫苗车间3期工程历时70天，今天完成了主体钢结构封顶。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后，中国生物的新冠病毒疫苗产能将达30亿剂。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王辉介绍说，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108号楼作为全球最大的疫苗生产车间，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高等级生物安全防护车间，至少达到 P3 级别。据报道，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曾在58天建成中国首个新冠病毒疫苗生产车间，97天建成第2个新冠病毒疫苗生产车间，并在64天完成分包装车间的改造，确保新冠疫苗及时供应。第二款，央广网2021年4月2号消息，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科兴中维）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该公司新冠疫苗科尔莱福原液车间3期已建成投产，预计投产后年产能将达20亿剂。截至4月1号，科兴中维已经直接或间接向包括中国在内的27个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新冠疫苗，全球的累计供货量达2亿剂，含半成品，全球累计接种量达1亿剂。科兴中维介绍称，自启动新冠灭活疫苗研制工作以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卫健委、工信部、国家药监局等相关部委及北京市大兴区政府的支持下，公司持续投入，不断提升新冠疫苗生产能力。据了解，科兴中维自2020年3月29日新冠疫苗生产车间1期正式启动建设，到目前原液车间3期正式投产，1年时间实现了新冠疫苗年产能20亿剂的目标。目前，科兴中维新冠疫苗已经在30多个国家获批紧急使用或附条件上市。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先后接受了中国、巴西、印尼、智利、新加坡、沙特阿拉伯等国的药监部门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检查，数百批次的规模化生产证明疫苗生产过程可控、质量可靠。第3款，康希诺生物新冠疫苗3期生产基地产品在天津下线。康希诺生物新冠疫苗3期生产基地产品昨天在滨海新区下线。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陈薇、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出席并致辞，副市长王卫东、市政协副主席、市卫健委党组书记王建国、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宇亮出席。陈薇指出，康希诺团队与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天津为疫苗安全高效研发生产提供了坚强保障。连茂军指出，生物制造产业是滨海新区的主导产业之一，滨海新区将全力助推龙头企业做大做强。2021年4月25日，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宣布，康希诺生物新冠疫苗3期生产基地产品正式下线。该生产基地占地约15000平方米，设计符合我国和国际通用的 GMP 标准，设有预灌性注射器灌装线和吸淋瓶灌装线。基地的生产车间采用康希诺生物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腺病毒载体技术平台，该平台具有快速制备病毒载体疫苗的能力，为应对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提供了保障。上面的3款中国产的新冠疫苗将在不久就开始爆发产能，这才是美国急急忙忙宣布要取消 mRNA 新冠疫苗专利的根本原因。很快，中国产的高疗效、高安全性的新冠疫苗将占全球新冠疫苗产能的半壁上江山，成为真正的全球公共卫生产品，并加拯救全人类。本期讲完了，节目制作不易，请老铁们点赞、订阅、转发，谢谢大家。